731非常让人失望。我是18号第一时间看的电影，怀着忐忑又虔诚的心情走进电影院，我以为我会恐惧、压抑、悲痛，结果2个小时下来，我的内心竟然毫无波澜。我看了个啥呀？弱智版的鱿鱼游戏吗？以下评论都是我个人的主观情绪，并且带有剧透，请大家谨慎观看。电影里的所有场景和所有角色都显得匪夷所思，甚至可以说滑稽。一个40年代建在东北的细菌实验场所，把中国人当作马路达摧残的人间炼狱，住宿条件竟然比现在的大学宿舍都要好，宽敞干净，有舒适的榻榻米，整洁温暖的被褥，还有抽水马桶，甚至马桶盖是红色的，颇有后现代美学设计感。每个囚犯都清清爽爽，从眉清目秀到颜值爆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练习生呢。尤其是那个变魔术的小男孩，他从头到尾那个偶像系的发型一丝不苟，刘海刚好遮住眉毛，合着日本鬼子都是托尼老师每天给他理发是吗？而日本人呢，都被呈现得非常的中二，透着一股二次元的清新啊。731部队的队长石井四郎，军装没穿过几秒钟，一直穿的是和服，偶尔裸体，他不是在泡女人，竟然是和马路达们泡在同一个澡堂子里。这位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好像日本动画里的那种邪魅 boss， 总是说着自以为很酷的中二台词，但其实他什么正事也没有干，每天弄一堆艺伎装扮的女人在监狱里搞花车巡游。大家看，这是历史上的石井四郎，这是1988年的电影《黑太阳731》里的石井四郎，不能说一毛一样，只能说以假乱真吧。看过《黑太阳731》，你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搞出击穿人性底线的731部队。而731这部电影里的石井四郎呢，他不像一个战犯，更像是日式主题公园里的那种反派，穿着一身 cosplay 的服装，假装对你挥舞大刀，其实没有任何杀伤力。但是呢，石井四郎他再失真，好歹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吧。作为历史题材作品，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构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角色。日本鬼子的服装是失真的，故意视觉化美型化的设计，不知道图个啥。军官们大多穿着和服，显得好像很有贵族气，他们来东北好像真的是来建设美好家园的。那漂亮的街区啊，设计感满满的邮局啊，温馨美好，甚至还有节日游行。士兵们用不同的颜色区分他们的职能啊，白衣服的是卫生兵，红衣服的是组装细菌炸弹的，少年团的人好像是穿着黑色的高定。这些明眸皓齿的少年团成员真的是可以组团出道了呀。再对比一下黑太阳里面的少年团，你是真的能看到一群本性天真的孩子是如何被军国主义一点一点荼毒成恶魔的。好不容易有一个穿军装的皇军来了，居然是一个虚构的女军官，还是中国人演的，那一口洋泾浜的日语听得我好出戏啊。他一开口就和其他日本人不在一个图层，他颜值很高，演技很浮夸，我不明白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731部队里是没有女性军官的，仅有女技术员，所以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被塑造出来呢？说好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历史推敲呢？她竟然还对一个怀孕的中国囚犯产生了莫名的情愫，半夜偷偷躺在他的怀里。他的身世在影片后半段揭晓了，原来他是中国人的后代，被日本人打造成冷血杀人机器的。那所以呢，他为什么会对怀孕的马路达情有独钟？导演是想要表达复杂身份困境下的人性挣扎吗？可是我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内心挣扎，他只不过是在浮夸的残忍和莫名其妙的恋母之间无征兆的横跳，所有的行为都让人难以共情。导演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角色，给他一个看似复杂的出身，却并不打算把他的故事讲明白，但又给了他很多的戏份。我只能用小魔术师的话来骂导演了，你的故事讲得太差了。男主角姜武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导演可能初衷是想和南京照相馆一样去塑造一个平民英雄，可是这种英雄在南京照相馆里可以成立，在731里是不可能成立的。他几次三番杀死日军的看守，几次三番伪装卫生兵，竟然一直没有被发现，竟然一直能活着。一个军事监狱是这么儿戏的吗？是真的很儿戏，毕竟所有的牢房一把钥匙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玩原神开一个神龛都要1对1的钥匙呢。男主用一把钥匙发动了大型越狱行动，被抓了也一点惩罚都没有，象征性打了一个黑眼圈，轻拿轻放。我想说日本鬼子真的好仁慈啊，
最后终于他被绑上柱子做细菌实验了。等一等，为什么中国的马路党们穿着衣服还用铁皮保护起来，防止他们被炸弹弹射的碎片打死，而作为对照组注射细菌疫苗的日本人却要光着膀子上阵，这待遇还不如马路打呀。然后喷着火枪的鬼子才出现，把中国人都赶入了一个巨大的坑，而且埋人的时候，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坑里的活人在叠罗汉，企图爬上来。这个电影让我觉得日本人不是坏，就是蠢，而且是游戏里 NPC 的那种 AI 式傻瓜。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731的历史，还是去看《黑太阳731》这部电影吧。甚至日本人自己拍摄的 NHK 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都比现在这部电影强。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巨大的震撼力，不需要华丽的镜头语言，不需要矫揉造作的美学设计和煽情的音乐，朴实无华的庭审，每个字说出来都会有让人脊背发凉的含义。而我们拍的这部731，我恐怕日本人看了更加会觉得这段历史并不存在，是我们杜撰的了。